版的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找螃蟹，在胶缝里面，石头缝，前面有一个，好，蹲下来，看到，对，不要动，我们都不要动，我们都不要动。哦，不好行。哇塞，这里真的是，竟然有这地方。这个也很深，这个比刚才下面还深呢。开奖了吗？开奖，直接开奖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哎呀！哇，太夸张了吧！这怎么发现？超过。这个山河哈，它都会吃一些农作物。啊，在这边呢，在这边呢，真的有。俗话说得好，高手在民间。这句话对坐拥山海的花莲人而言最恰当不过。取之自然，用之自然，进而有了狩猎文化。跟着他们的脚步，才发现所谓的猎人二字，其实是懂得如何与土地生活的一群人。自制的呢，这是原住民传统的，传统，对，就直接是，它这个长的样子啊，如果你不讲，我以为是我们要潜水打鱼用的，那个叫斜纹方蟹。哦，斜纹方蟹，对，小的那种爬很快那种啊，对，爬很快那个，因为它是在水面上，不是在水底，所以我们是等它退潮的时候，它上来，我们就打它，对，溺死。但你要射的时候，你要有技巧。对，怎么说？这个头，你这个脚也很重要。不要动，对，头不要动，因为它这边有2个雷达。哎，哦，这不是羊哦。不是，我们动的时候，它知道说你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要射的时候，头不要动，就看着这样。你一动的时候，那个螃蟹就走动。难怪要这么长，因为你可以站远一点，然后远远的不要太靠近，然后就射它。对，右手拉着到它的反击组。好，直接上膛。螃蟹不能打屁股，我以为是从肚子背的正中间打下去，直接心脏就给它。就从它的正前方这样打下去。所以等一下也是要从正前方打。没有，就是侧边。等一下从侧边。哎。哦，从侧边哦，我以为这是墙，这是石头，然后它是这样子爬嘛。然后我以为从背直接给它渡润。我们也很难渡啊。很难渡吗？位置也是这样写的。哦，对，要看这样看啊。对。我们不可能到对面，除非是对面有石头。对。然后我们就直接对。好，那是正面攻击。正面攻击也是可以的吧？也是可以，就是各种角度。对，那个距离要抓好。好，那我试试看。前面一点，再往前。人往前。对。哦，可以。我觉得比较难抓的是，因为尖端很细啊，你会不知道它跟螃蟹的距离。因为像刚才一丈讲的，对，我先把它拿出来。它这个尖端呢，这样子有没有？你不可以这么近吧？不行，它这样子距离一推，它就把它是推倒了。也有距离，差不多这个位置。然后你知道在正后方瞄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我不知道这个直线距离的位置感觉。有感觉到的时候，你就停一下呼吸，呼吸要憋住啊，憋住，然后射击。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倒钩，对，这是你们磨出来的一个倒钩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它这个其实是扁的，像刀子那样子，一个洞的。
走跳地球这么久，头一回抓螃蟹是用射的。不是我不看好你啊，茫茫大海光找就不容易了，还想锁定目标正中红心，只怕是有心无力啊。螃蟹其实的敏感度很高了。对对，能看到的都它就走掉。所以我们现在先去往哪里？前面那一段还是在这一后面？先往前面那一段。好，反正海水稍微碰到的交界处，它都有机会看到。你看到所有石缝里面，其实是最多的。那我们靠近的时候，就是这样讲的。对，比如说看到跑不动，我们就要开始停止。那如果我们，因为他们有时候，比方说2、3米外，他就已经开始在跑了。对，好，你有看到了吗？你有看到了？有。有的人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你不要动，不要动。现在看感觉像石头，但它其实移动到那边还没有在。刚好在那个浪打到的地方，下去了啊，跑掉了。它还在，好快哦！平常一般你们打是白天打还是晚上打？这个是早上跟傍晚。哦，早上跟傍晚。果然，看得太清楚了。我们带头灯一照，它就变了。好。好像打到了。哎呀，掉了！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但有看到，你看，你们看到它的脚，因为它打到，然后刚才它卡在石缝里面，然后它身体比较大嘛，所以它拔出来的时候，它刚好这断腿逃生，对，断腿逃生了。哇哩嘞！现在是在玩1、2、3木头人吗？只要猎人找到目标，在场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，很怕一个呼吸就让螃蟹逃之夭夭。到底这场敌不动我不动的狩猎对战，谁能沉得住气，就能笑到最后。看我吧，我试试看，真的很难。重点是要先找到它。哦，我每次都常常是找不到。你先看，先找螃蟹，在胶缝里面，石头缝，前面有一个，哎，对，那个你不要动哦，下边那边蹲下来，好，蹲下来，看到，对，推进去，好，别动。OK， 这边一只，好，别动，我们都不要动，这手，好来，接下，不要动，让给1丈好了。好，不要动，蛮大只。钻进去，这边还有一个缝往下，很大，因为刚才那只很大，跑掉。那边就看到我的位置，那边冲着前面3只，我看到，很大，3只蹲下来，蹲低一点，你往这边，你只能看到它的身体在这里。哎，好，往上一点，找一只可以打的就好了，距离不要太远。快点哦！再加一只。哇，得了啊！真的很多，但是对声音真的很敏感，然后
我找没有像一这样找这么快这么利，就很远就抓到距离。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看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看到我，而且我看到是要很确定看到他整个身体。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像一这样讲，看到他一点点，你就要知道他的位置，对，他就看不太到你。我跟你说，这种到嘴的鸭子从眼前溜走，有多不甘心？偏偏打猎这回事就是急不得，难怪人家会说，想当个好猎人，就要懂得安静等待。一章，你觉得哪一边有，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。你让这个枪给你，我们两个过去，你们在这边，我们同边过去，你过去。没有，你们不要过去，因为太真的太多会那个。我们现在跟着我们的仪仗，然后潜行到刚才我们看到一堆前面都是螃蟹的聚落。看到吗？别动，别动！你这样看吗？跑掉。石头后面，哦，有了！它就趴在正面，对，所以它是正面的，正面的是比较好。可是那也要它刚好没有，刚好那个没有动。我在想这个后面，好，这边变成要往这边射，所以我们要由上往下吗？由上往下。那边多。螃蟹的灵敏度，尤其现在大白天，像刚才那个仪仗讲，他们吃饱睡饱，所以它灵活度是非常高，而且非常敏捷。他现在脚还扒得很紧，刚戳到，他从背这个有点算是正面了，对不对？接近正面的戳进去了，碎啦，碎啦，哦，漂亮，哇，真的要很小心哎，对，很小心翼翼，安静，对，然后去拍它。而且刚才你看，仪仗刚才在这边准备要射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在旁边的斜下面，对，刚好有石头挡住他。看到他的人，螃蟹，我看到他在那边眼珠啊手在动，但我没看到他全部。然后现在刚好退潮，所以那个海水不会再阻隔这么多视线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要一点点人影啊，一点点什么标准的看到黑影，他就会开枪。中了！哇！大一只！哇塞！哇！超强！超强！大只！哇，这真的不容易！哇！白天抓真的是很难抓呢。
好难哦，好难哦！而且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架这个目标比较大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是不是有红灯？有红灯，它前面有闪红灯。哦，他看得很清楚。对对，所以螃蟹会。哇！要看到那个我们仪仗已经很远了，但你靠过去，你还是看，因为我们距离你比较远，然后你还是看到对，你们在动的时候，它就动了，就会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没有要动，所以你们都不能动。对，你看仪仗满头大汗的。你要动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们在动，所以那个螃蟹就不动，所以我离你越来越远，又怕越看你的汗。没有放弃。不好行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哎呀！哇，太夸张了吧！这怎么发现？超过。这装不下它哎，好肥哦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然后现在刚好退潮，所以那个海水不会再阻隔这么多视线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要一点点人影啊，一点点什么标准的看到黑影，它就会开枪。中了哇！大一只，哇塞！哇！超强！大只！哇，这真的不容易！哇！白天抓真的是很难抓呢，好难啊，好难哦！而且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架这个目标比较大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是不是有红灯？哇！要看到那个我们仪仗已经很远了，但你靠过去，你还是看，因为我们距离你比较远。你们在动的时候，它就动了，就会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没有要动，所以你们都不能动。对，你看，仪仗满头大汗的。你要动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们在动，所以那个螃蟹就不动，所以我离你越来越远，又怕看你的汗。没有放弃。这倒蛮多只啊，陆续的。对，都是仪仗，只有仪仗，没有仪仗，我们今天就饿肚子。而且连仪仗这种高手级的都满头大汗，都满头大汗的。很难呢，不是想象中的说啊，有猎枪什么就会打到。这个说实话，某种程度啊，比在水里面，我之前跟其他那种渔夫啊，他们去拿那个鱼枪打鱼，我觉得没有输呢，说不定更难。而且我们刚刚离那么远，仪仗说他都感受得到我们在那么远，哇，好难哦。好不容易，真的好不容易啊！我们从一群人跟拍，到最后被达人丢包，该采单打独斗的战斗模式。好在有国民仪仗的大显神威，让我们这群拖油瓶有尝鲜的机会。生腌有点像酱蟹的感觉，它就是蒜头、辣椒、盐巴、酱油、米酒，就这样子腌，很香，真的很香。一般大概要腌到几天？1天、2天？没有，其实它冰过半个小时。啊，你看，它小只归小只，蟹膏膏里面的满满的这个膏，就先吃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那么厉害！它肉很厚哎，其实。舔它的肉质。还没甜。哦。哇，真的很甜。因为它现在是新鲜的，鲜度够，鲜甜度啊。哦，这样生腌真的很好吃。而且季节对啊，它的那个肉啊，膏跟黄。它这还会更大只吗？有更大的。还会更大哦，更大煮汤了是不是？对。这里面还有好料，有日光螺。
光螺。对，有那个大的，对，大的。你吃它的蟹，这是什么？那是海胆啊。海胆有长这样子的？有。哎，我没看过这种海胆。没看过，那你就吃。你看它这个，像不太像海胆，跟我们想象中海胆那个都是刺的感觉不一样。石鳖，它是同科类的。哦，哎，真的耶！你看它，哎，它的蟹膏。有没有看到里面？然后跟海胆一样，它是中间这边有嘴巴，把它拔掉。哇哦，啊，这个肉好多哦。它颗粒状也比较明显，比较清楚，然后感觉比一般的海胆再扎实一点那个肉。哇，很甜哦。它的味道跟一般我们吃海胆又有点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，这要怎么讲？它是潮间带，它比较不会在水底。哦，它在潮间带的。对，退潮的时候它会出现。因为它比较小颗，它肉不会像你一般海胆一样一大片，但是它味道很浓郁。而且其实基本上跟一般印象中的海胆味道不太一样，对，有点不一样。不过螃蟹呢，就有一道更大只的。哇！你看它肉有多厚。哇，好甜哦！哦，你怎么那么帅？对，要这样吃，不是用啃。有没有大只的？它这就整个可以这样拔下来，沾一点的。对，蘸酱。原住民一定要蘸酱，一定要蘸酱。好。蘸酱。有，这个太有，这个很有。哇，这个哪把好吃啊！如果说打螃蟹是考验猎人的眼力和技巧，那么另一样深藏在荒山野岭的河鲜就得凭经验办事啦。能不能请君入瓮，就看懂不懂摆阵布局。阿凡达哦。作息。然后这个可能因为最近天气啊，这个水量非常充沛。对。如果你有刮风下雨的话树叶就跟着水下来。对。这个你们夏季来最好抓，是不是？夏季夏季最好。可是这个时间最肥啊。不是吗？对啊，刚就知道准备入冬这个时间，它应该最肥吧？对啊。队长，怎么办呢？没有之前的那个狐狸洞哦。对。狐狸哟。好想看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最恶心的。什么？给你介绍一下。那个。你呢，在山上大便这东西。你不要以为是豆腐哦。我知道。要捡回家你是豆豉啊？对，看一下，这是山羊的。山羊的便便。对。一粒的，一丝大一坨，一粒。所以说这边生态很好。对。好，我们再往上。好。前面那个潭吗？好。不好行。好 ，OK，谢谢。
来，我帮你撑着。谢谢。哇，这真的是秘境呢。你说水冲下来的那个下面吗？因为它含高氧量，哦，所以说慢就在高氧量的地方。有听到关键字吗？野生鲈鳗最爱躲在高氧量的地方，嘿嘿，短短一句话可是达人多年经验的累积啊。俗话说得好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看个人，能不能深入老巢，就看，人品好不好啦。还有带着我们哦。哇塞，这里真的是，竟然有这地方。这个也很深，这个比刚才下面还深呢。还好，最深的地方在那边，也跟那个下面是一模一样的深度。你说4米左右？深度对，深度跟4米的多。你看现在这边，看得到下面那块石头，感觉隐隐约约。要有不浓土的那个美腿，不同族的美腿，小心哦。那来开讲了吗？开讲，直接开讲。收到了，这样方向。有石头，口都被冲开了，全部都落叶。它被冲过的话，当然是很简单，对，很好辨识。就是它冲过的地方啊，它的洞口的地方，不是它洞口的地方，会有黏液。哦，白白的黏液。哦，它出去的时候刮到它是硬质，然后那黏液会被刮在卡在网上面。哇，这么有力啊！会。也太猛了吧！能破网脱逃，看来鲈鳗的狂野程度的确不能小看。只是开牌就来个共估局面，我担心后面 O 不 OK 啊？到底？哎呦，等一下，哎呀，来不及。可以，没事，真的，下去。小朋友，哇哦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，太小了，对，太小了，这个就放掉吧，盖住眼睛，对，这样，哎对，它就有安全感，对，好，动作轻一点，太滑，哇，它很活力呢。对啊，这次应该伤到了。对，它嘴巴还没有那么那个，那种白啊。对。好，现在赶快。很快哦。没有，可以哦。到这了，拜拜。这边吗？对。你有看到白色框框吗？白色框框。左边。你带很浅可以的。跟着我下去啊！来啊！直接来呢？没有，直接就捞起来就好了。有吗？哦，看起来好像有点东西哦。等等，我现在看不太到。有吗？你在我看不到。哎，有。有，我看到2条吗？哦，2条哎哦。没有，我看到2个尾巴。哦，我以为是一条很长卷在一起，但我想说，比较瘦，但是原来是2条啊。这一只稍微再粗一点，大一点，看那个头跟那个身体就知道。这只小一点，差不多。可是尾巴颜色这只就金黄很多。然
哦，金黄很多啊，这次颜色明显比较深，嘿，较欧啦，哎呀，我看我比较较欧，这个看，那基本上差不多啦，它差了1斤左右了，1斤左右而已。碎啦！看来是我担心多余啊！原以为活捉这2尾就心满意足，可以达到回府，哪知道后面这情况简直刷新3观呐！要潜下去还是有人收起啦？哦，我要下去，你要下去啊？对，然后我下去就好。我觉得水深大概到这边，哦。这个粗度，这应该有，这有没有8斤？超过，这应该是15左右，很粗哎。你光看这个身体这边，你光看这个位置，两个看我那跟你小腿一样，比我小腿有，比我小腿粗哎，比我小腿粗，大概是我这个位置啊，大概我膝盖上面这个位置。我比你小腿粗哎。你看这边，哦，看一下是差不多这样吧。哦，因为它嘴巴重，对不对？看它嘴巴就知道，它进去比较久，它胃要出来会重这个重的。哎，在我腹这边它会磨蹭的。对。不胡乱，第一次看到它，我们都以为是抓到大蟒蛇。这种比腿粗的等级，用大尾螺麻来形容刚刚好而已。而且想要收服它，都得小心翼翼啊。身体先慢慢下，慢慢下，不要惊慌到他们。这个真的是爆桶哎！真的爆桶了，小心哦，它会冲哦。它会冲吗？它会冲吗？对，它会冲。我这装不下它哎。尾巴，好，看一下它身体。好肥哟，很肥一只啊。哦。很怕它爆冲哦。对，它会从尾巴这样，好，摸一下。哇，后面摸不到喽。好，没有这样扶它，轻轻的，温柔的，它会咬我吧？不会的，你不要用力。天哪，我 hold 不住它，它好慢慢扶它。应该没有剪吧？你看还没有跟你大腿粗了，还没。超大一腿，超大一条的，好哦。但是今天我在想，这边的水域应该是鳗鱼做大水都冲下去，它刚好都在往上。那我的心得说，它都到下面的，因为它是刚好在往上走。刚好有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山河哈，它都会吃一些农作物。啊，在这边呢，在这边呢。真的，只要被咬到就直接咬穿吧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摸一下，哇，后面摸不到喽。好，没有这样扶它，轻轻的，温柔的，它会咬我吧？不会的，你不要用力。天哪，我 hold 不住它，它好慢慢扶它。手应该没有剪吧？你看还没有跟你大腿粗了，还没。超大一腿，超大一条的，好哦。但是今天我在想，这边的水域应该是鳗鱼做大水都冲下去，它刚好都在往上。那我的心得说，它都到下面，因为它是刚好在往上走。刚好有，对不对？对。果然达人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话说潘哥和勇哥不只懂得在山林野溪找河鲜好料，就连为民除害都一把照呢。
腰间有没有看到？刀子已经拿出来了。这个山河哈，因为我们农夫哦很辛苦，对啊，他都会吃一些农作物，对啊，所以说我们也要帮农夫除害。你要看这一撮都是，你要看这个不是被风折断的。错，你看这都有齿痕。哦，真的呢，这都有齿痕，这个都被咬断的。而且它哈，现在的山河，对，它非常聪明，对，它不要在原地吃，它会把它咬断之后拖走，拖到它的窝，慢慢享用。哦，而且它有一个很贪心，它有时候它不是说吃完了再出来采，一次全部咬断。对，咬断它可能带就带。把它的洞里面塞得满满都是稻穗，它有的稻穗它咬断了，它都没有带走，拿给你看，这都是，你拿着，来，你看咬断了，咬断都不带走，有没有？是不是都被咬断？对，放到都烂掉。你看这就是刚才讲的，它这边有没有这个斜切面，就它咬断的齿痕？这个不是说被风啊、被雨啊弄断，因为风雨它只会把它弄弯、弄折而已。对，它不会这样子，对，整个断掉。你看它这个先压给它折断，它有脚的那个可以攀爬，对，它就攀爬在上面，它站立了，然后再从上面把它啃断。对。啊，这个时间为什么他们还不赶快收？这个都已经好了，怎么不赶快就因为收一收就好了？这个地哈，有点太湿，所以说它那一些割稻机下来，它会掉枪。哦，所以还不要等它干，是不是？再干一点。对。哇啊，那个真的是，哇，这样子收也不是，不收也不是。话说这山河也太唱秋了吧啊！整片稻田任它为非作歹，爱怎么咬就怎么咬啊！嚣张程度，难怪惹得农民怒火难耐。想平息众怒，就得直捣虎穴，擒贼先擒王。你说这里面吗？是啊，没有中哎，它有被夹，那个已经有在哪里？我还没看到。这边。哦，黑黑那一条是不是？对。哦，有中吗？打到石头。哦，石头啊。哦，石头刚好在它夹子的下面呢。原来是用这种夹子。对。哎呦，你们这个还把它包起来啊？对。是不要让它哦，因为现在的规定对不对？就不要让它不能有那个利齿状。对，没错。夹住，但不能夹伤或夹断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把它包起来。然后这个是等下它是原本打开摊平在地上，然后石头掉下来，对，然后打到弹起来，打到这个，然后有反应它的夹起来。哦，哇，这样子也是常见的。就它的路径要因为它踢掉啊，或者是树枝或什么弄到。对，也会。那你们会比方说放在稻田中间，尽量不要，因为不要去破坏到那农夫的辛苦了。丢了，能够走进去，现在都已经结满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你人走进去的话，它的稻穗会掉。反正他们刚好也都是沿着山壁这样跑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哦，该说是巧合还是山河太聪明，遇到陷阱还懂躲。哦，好，没关系啊。俗话说得好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我就不信3个臭皮匠打不过你这个诸葛亮。不见了嘞，不见了。对，什么意思叫不见？被拖走了，有中了。你放这边吗？对。这个洞。对，没错。哦，你看这边有它咬断的痕迹。都有。对。哦，你原本那个夹子是不是？对。放这边。这样拖下来，这样有看到痕迹啊？拖下来。这边有痕迹，它取它的痕迹来找。没有。你看在这个附近啊，有脚印。有脚。它这样子夹断。在这边呢。正常往下放。在这边呢。真的。中了！哇，它是不大了，很大吧？你看它的身体，凶悍了哦。你看它的路径，对，有没有看到它沿路它掉下来的稻穗？哦，这边果然，那它的路径，就它咬断以后想要拖回家里的，然后它也不带啊。对，然后你看沿路都有。对，你看，真的沿路放。有没有？它路是它往这边来，对，然后往这边去，然后所以一进一出这样。对，我没有往这边去，对，然后刚好我那个身体放在这边。哦，哇，这边满满全部都是稻穗啊，
稻壳啊，对，它吃光的。原来所谓的山河就是俗称的田鼠。眼看农民的辛苦种植稻米被这家伙吃干抹净，难怪不少人会请潘哥出马就地正法，嘿嘿！而且跟着达人走，不单收获就是有，私房料理更是大开眼界哦。是酥炸嘛，撒一点胡椒盐这样。对对，没错没错。之前大部分卤鳗都是炖嘛，不是要炖就清炖。那是以前老人家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很珍贵，所以说他舍不得吃，哦，就把它炖在汤里面，然后连它一条会会分做好几份，然后再下去炖。对，因为野生的更少啊，以前野生的真的贵。没错。哦，椒盐的没有这样吃过。好，来，直接椒盐的就酥了哟。哦，它这个胶质很厚哦。你们刚才这样子拉开那个胶质，哦，就运动量够的那个纤维感，没错，但又不是干的那种。干，这不是干又柴，干，对，不是干柴那种哦。里面带丝的，你看。对啊，鱼翅也可以吃得下去。对啊，吃的老鼠，水煮嘛，烤嘛，炸嘛，还没吃过3杯的。你看它的皮质，哦，也是很 Q， Q 弹啊，有没有比鸡肉还嫩？比鸡肉好吃。有腥味吗？没有，没腥味。你还吃得到它肉的那个原本的鲜甜味？对，没错。这个是你们小时候就会这样吃，还是后来才开始？当地使用的是韭菜豆腐，最主要就是这个韭菜，满满的，搭配新鲜韭菜，跟上面一点点蒜泥，好香哦！卤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店。运动量够的那个纤维感，但又不是干的那种。干，这不是干又柴，不干，对，不是干柴那种哦。里面带丝的，你看。对啊，鱼翅也可以吃得下去。对啊，吃的老鼠，水煮嘛，烤嘛，炸嘛，还没吃过3杯的。你看它的皮质，哦，也是很 Q 弹啊，有没有比鸡肉还嫩？比鸡肉好吃。有腥味吗？没有，没腥味。你还吃得到它肉的那个原本的鲜甜味？对，没错。如果说炸卤鳗和3杯山河是猎人的隐藏菜单，那么在花莲还有另一位绝对在地限定，其他地方未必吃得到哟。我们在台湾啊，走到哪最不缺的就是在地的小吃。这次我们来凤林这边啊，基本上这个你一看就知道啊，臭豆腐。大概到处都有了，到底什么特色？等下老板跟你讲就知道。好，给你喝。对，你好。哇，听说凤林臭豆腐一定要吃。对。而且除了凤林，听说就没有。大致上就没有。大致上就没有。这样子到底是什么臭豆腐？为什么一定要？因为我们当地使用的是韭菜臭豆腐。啊，这个是生的哦。啊，等一下是直接生的也下去，不会是磨成酱？没有，就配个酱就直接吃。这个是你们小时候就会这样吃，还是后来才开始？我小时候，我接我妈妈的，我妈妈在做的时候就是用韭菜豆腐。现在这样一煮哦，是老板推荐的，然后搭这个这种猪血汤，还有加大肠。搭这个大肠多到我觉得像是大肠猪血汤。它这样小小一碗里面超多料，赞。最主要就是这个韭菜，满满的。搭配新鲜韭菜，在上面一点点蒜泥，好香哦！卤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店。臭
豆腐搭韭菜这款在地吃法，不仅吃出凤林生活的日常，更透过猎人视野看见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如果说文化的起源来自于生活，那么对于生长在花莲这块土地的人而言，山海就是生活。唯有亲身体验，才能透过不同面向看见不一样的视野。